美军机再度抵台以后，美战斗机又想打开中国大门，这是要跟中国动真格吗？戴旭大校的建议让国人振奋。就近些年的中美形势来看，很明显中国崛起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而美国的衰落也是无法避免。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开始采取了比以前政府更加极端的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和挑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将涉港、涉疆以及新冠溯源等问题变成了他们攻击中国的政治武器。而在最近，美国又对中国打出了组合拳，其架势似乎是想跟中国动真格了。据台媒近日报道称，一架美军的战术运输机从日本冲绳飞抵台北的松山机场，在短暂停留以后就离开了。据消息人士透露称，这架美军机的任务只是将一份神秘包裹交给美国在台协会，但是对此，美国以及台当局并没有做出相应评论。这种行为在分析师看来是极度不正常的，因为在当前台海紧张的趋势下，美台还敢做出这种勾连行径，简直就是踩着中国的红线对大陆进行挑衅。然而在踩完红线以后，美军似乎还感觉不过瘾，于是他们又在中国周边做出了一个大动作。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将多架 F-2战斗机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举行的演习中，并且报道还声称，这些战斗机是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时，美军打开中国大门的关键。毫无疑问，这种措辞已经说明在美军的心里已经做好了与中国一战的准备。那么对于这些挑衅行为，中国就没有办法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美军机再度抵台一事，中国国防部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中方强调，美军任何舰机擅闯我国领空的行为都必须要经过中国政府许可，否则必将引发严重后果。其实这里所说的严重后果，或许与戴旭大校所说的差不多。面对美国近期打出的组合拳，戴旭大校表示，我们可以借鉴俄罗斯对英国军舰开火警告的做法，因为台湾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军机擅闯就应当被视为侵犯主权的行为。在警告无效以后，我军采取开火驱离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同理，美军战斗机如果敢打开中国大门，我们也可以用炮弹来招呼他们。总之，我们必须用强硬的手段让美国人明白，有些红线就是碰不得。如果真的踩线了，那解放军必须让他们头破血流，这样才能让其明白中国绝不是好欺负的。前脚美国在台地区玩火，后脚解放军公布一则罕见的军事活动，实际使用武器字眼令美惊呼不好，演习欲变实战。浙江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警告，声称解放军将于7月16至21号在东海相关海域内进行军事演习，还特别点名实际使用武器。这段时间以来，每一次在演习之前，解放军都会发布航行公告，使用一些实弹射击或者执行军事任务等字眼来警告无关人员和船只不得在演习期间进入。如今解放军再次发布军事演习的公告，估计我国人早就已经习惯了，毕竟这很常见。但仔细来看，就能发现这次的通告和以往并不一样，可以说不是普通的军事演习。在浙江海事局发布的航行公告里，明确表示在东海海域9点连线的范围内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实际使用武器这几个字眼，在以往的军事演习公告里是很少出现的，上一次还是在今年的3月份。这什么意思呢？以往的普通军事演习或许部分会使用训练弹，也就是减配的实弹，而这次则是用标配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有敌对势力围观，解放军可以进行干扰，同时也可以不用干扰直接实干。说白了，在演习期间有任何军舰或者其他不相关的人员闯入，解放军便可以随时使用武器炸他。不过话说回来，解放军为何突然要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呢？要知道以往尽管美军如何挑衅，我军都只是基于普通的军事演习作为警告，可现在连实际使用武器都出来了，可见解放军是真的怒了。值得一提，在中方公布这一则罕见军事活动的前一天，美军一架行政专机降落在台本土的松山机场，虽说只是短暂停留了34分钟后起飞离台，但这足以触及中国红线。明知道台海问题严重触及到中国的红线，美国却接连拿来做文章，如今更是直接派专机降落在台本土，全然没有将中国的警告放在眼里。所谓一忍再忍，无需再忍。这一次解放军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很大可能是冲着美国来的。随着事态的发展，美日等域外势力挑衅力度不断加大，面对这种不知悔改的国家，解放军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虽说此次也是一次军事演习，但无异于对美军形成极大的威慑力。玩火的美军想必已经害怕了，再有任何行动，解放军演习随时可能变成实战，还是没有警告直接开火的那种。对待中国问题上，韩国凸显异动，为了美国赌上国运，值得吗？韩国总统候选人语出惊天，对中国寄杀招，炮灰指数上涨。近日，韩国下届总统候选人前总监察长尹锡悦在接受相关采访时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韩国的国家主权行为，若中国想要韩国撤销萨德部署，就应该先撤除在中国边境东北地区部署的远程导弹侦测雷达。该消息一出，瞬间引起了巨大的热议。
韩国向来的态度都是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保持中立的立场。现如今，尹锡悦此说法是否意味着韩国将站在美国的阵营里与中国作对？韩国执政党党首宋永吉在事后第一时间批评了尹锡悦，称其外交观念太过薄弱，并强调尹锡悦这种言论极其危险。朴槿惠政府部署萨德时，目的并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一个想成为总统的人说这是针对中国的。宋永吉建议尹锡悦如果想要成为总统，就要更系统的学习安全以及外交问题。有专家指出，之所以尹锡悦会说出这一番离谱的言论，很可能是受到美国政治的影响，在相仿特朗普，试图煽动民族情绪，以获得更多的选票。当然，打着民粹主义旗号为选举造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本质上将亲美。韩国部署萨德，说白了就是为美国做炮灰工具，帮助美国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力量以及部分优势。相比之下，我国部署的远程雷达，充其量不过就是防范东方和北方袭来导弹的大国重器，而这就相当于象棋里面拿一个马前卒来换一对保护老帅的象。就如宋永吉批评的那样，尹锡悦此举不仅严重缺乏外交观念的本性，同时也将韩国带向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中。毫不夸张地说，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命运。美国反华，韩国现如今跟着赌上国运，值得吗？中国早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跟中国作对也要掂量掂量自身的实力。韩国不是第一个跟在美国身后对中国寄杀招的国家，前不久的澳大利亚，这段时间的日本，以及近期的英国，哪一个不是站在美国阵营对抗中国的？结果他们的下场如何？不是被制裁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就是向中国服软。离谱的是，航母还没到南海，就频频遭遇事故。中国好说话，但不代表好欺负。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一旦韩国出现异动，遭殃的只会是自己，尤其是跟着美国炮灰指数更是持续上涨。美军抵台彻底惹怒大陆，台媒解读令台军吓到急忙与美军撇清关系，台海已成大陆心病，解放军是时候解决问题了。15日，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进入台西南空域，而就在前一天，2架解放军运8电子战飞机刚进入台西南空域。这段时间以来，解放军军机绕台次数明显增加。上个月15日，派出多达28架次的解放军军机绕台，一度创下台防务部门有统计以来最高纪录，并在2天后首次派出4架歼七2代机参与绕台飞行活动，让不少人认为解放军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警告。值得一提，解放军运8反潜机15日进入台西南空域之际，一架美军 C-146A 行政专机刚于当天上午从冲绳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停留了10余分钟后离去。尽管时间较短，但这无异于触及大陆底线，形同玩火。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经过中国政府允许，任何外国舰机擅闯中国领空都将引发严重的后果。美军机上午刚抵台，下午解放军军机就进入台西南空域，明眼人都能看出大陆这是针对美军举动的反应。与此同时，浙江海事局在16日发布了航行警告，称16日至21日，解放军将在东海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相比之前的普通军事演习，这次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可以说极具深意。以往都是在演习期间使用一些训练弹，也就是减配的实弹，但这一次则是用标配的。就如台媒解读的那样，美军机抵台彻底惹怒了大陆。美军接二连三的挑衅狂妄行为，已经让大陆对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耐心损失殆尽。美国用这种切香尝试的推进美台军政交往行动，不断触碰大陆红线，成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主要障碍。在美军机抵台后，据悉大陆军事专家告诉《环球时报》，根据威胁程度的不同，我们将会采取警告、驱离，甚至是击落等回击手段，必须让挑衅者清楚地知道什么红线是他们不能踩的。只有这样，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才能在挑衅大陆两岸底线的时候好好掂量一番。台海问题已然成为大陆的心病，尤其是美国很可能会将台当局当成战略资产一样给拖走。此次大陆专家之所以如此硬气发声，所以说明大陆已下定决心加速推进统一进程，时刻回击美台任何挑衅，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实力已经具备了跟美国叫板的能力。或许是知道大陆是真的被惹怒了，在台媒解读后，台军下的急忙跟美军撇清关系，声称没有跟美军机接触。总之不管怎么样，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止。要想不被打，最好停止一系列危险举动。